回到節目現場最後一節的環球大戰線，我們要帶觀眾朋友來聚焦美國國內現在的政治話題哦。川普總統呢，如今要变成了共和黨的票房毒藥了嗎？過去看他第一屆選的時候，那個聲勢那麼的大，然後呢又這麼非常會講這些俏皮話，大家都很喜歡他。但是到了現在第二屆，連共和黨人都想跟他切割了。好，不僅是他個人的民調呢持續的探底哦，還連帶拖累了這個國會的民調慘不忍睹。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蓋洛普最新做的一個民調，美國民眾現在對國會的不滿意度已經是高達86%，這已經是追平一個歷史的新高點了，而且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的滿意度是下跌最多的。尤其是川普的第二任期，共和党的支持者呢对整個共和党主導的國會滿意度呢是63%。那川普執政1年後哦，就差了1年而已，63%馬上感覺是斷崖式跳水，剩下20%。所以這就是川普第二任期搞出來的事情了。共和党這一頭大象原本主導了國會，原本可以說是一個完全執政，一手好牌，現在被打到稀爛哦。我們看到，那這也都不是瞎講啊，這都是數据會說話。那川普第二任期，我們都知道他非常的做自己，想幹什麼想說什麼他就放手去做，但是反映在民調，反映在很多國際大家的反應上，現在要開始自食其果了嘛？民調這樣的風向，對於期中選舉來說，一定是相當的不利。那議員，你對於選舉也很了解，這樣的一個狀況，你覺得他還有辦法逆轉嗎？啊，可憐吶！現在川普幾乎是自由落體啊，這是戰爭跟通貨膨脹的雙重绞殺。就各種的民調數据，除了我們這邊所秀出來的，還有非常多。首先第一個是經濟之刀，好，因为呢高達45%的民众把通貨膨脹、生活成本當成是最緊迫的問題，所以對川普的經濟政策認可度驟降到32%，所以有68%的人覺得你經濟搞不好。而且最關鍵就是因為你打仗推高了全球的油價，然後呢，讓65%的美國人表示油價對我的家庭構成了嚴重或者較為嚴重的困擾。所以這完全背叛川普在選舉時候所說的啊，你看美國優先啊，我們要讓工人受益，我們要降低能源價格，完全跳票。而且呢，這讓共和黨的基本盤都出現了裂痕，共和黨人對川普處理通貨膨脹支持度下滑了10個百分點。而且第二呢，就連戰爭的這件事情啊，有2/3的美國人也不認可川普他處理伊朗，有54%是強烈不滿意，61% 的民眾是明確反對美國對伊朗有更進一步的軍事行動。所以川普多次表示，哎呀，我們會很快速漂亮的解決，但是沒有啊，对吧？而且戰爭的代價越來越高昂，而且看不到盡頭的這個風險，所以民眾只會覺得一切都是混亂，沒有任何的秩序。好，雖然呢，仍然有74% 的共和黨人支持啊，他對於伊朗的這個事情，但是這個支持都是建立在川普很強硬，以及假設我們會打贏。但如果整個戰爭陷入了泥淖，持續放血，那這個支持度接下來呢也會越來越低。而且如果我們再看到國會的狀態，就為什麼現在會有一種叫做一人害全黨的這種鐵證呢？就是因為在川普第二期任內的初期啊，就剛上任沒多久，共和黨選民對於整個國會滿意度高達63%。但是呢，到現在經歷過了戰爭啊、通貨膨脹啊、什麼關稅啊，這個滿意度暴跌到只有20%，很可怕。剛上台的時候，大家對國會滿意是63%，到現在呢，只剩下40%。如果放在單一選區制的話，你每一個選區，對不对？你本來是過半滿意度你才能當選嘛，現在每一個地方都不過半，那你的席次當然就會遭受到重大的打擊。所以在選民的眼中，國會的共和黨人跟川普是高度綁定的。你川普的失敗就是執政黨的失敗，那也是國會議員的失敗。所以對選民來說，你看整個來說有86%的不滿意度，是民眾對整個華盛頓政治體系失敗的終極評分。了解。好，剛剛議員幫我們分析很多，但確實進攻伊朗這個選擇真的是川普第二任期整個轉折點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加速器，是往下加速。我們看接下來這個戰爭權利法60天期限到期後，就會是關鍵的做法。這邊有3套劇本，一是要尋求國會的授權繼續開戰，二是不甩國會我就要繼續打伊朗。這件事情2011年的時候，奧巴馬總統也做過。3就是塔口戰法，我繼續延長30天，然後找一個台階下。那感覺這是川普呢比較喜歡的做法。但是李將軍，你覺得這3套做法哪一個是比較可能的？
我覺得如果說川普真的沒有得老人痴呆症的話，他應該就在這個60天到期以後，就給自己一個理由可以轉身下台，不要再打這場仗你不要再找這3個選項了。是60天到了以後，你說是國會不讓我打的，那是不是給自己一個很好理由可以下台？是你如果繼續打，你打不贏，那你繼續這樣在那邊只有更丟臉。那我們看到這3個方案來講的話，我個人認為，就川普來講的話，對他都是不利的那最好60天到期以後，他就借着國會的理由就順勢下來了。為什麼我這樣講？第一個，你現在國內不支持你嘛？我們剛剛前面這個漢庭有講了，你現在支持度已經這個直線式的在下墜第二個，你馬上要面臨的是期中選舉。如果你期中選舉，那共和黨的人自己你不選，共和党人要選啊。這些党员如果要選的話，如果說民意不支持你的話，他們都落選。所以這個我想說，這些參眾議員也不會支持你這個川普的做法。那第3個這個以這個部隊現在實況來講的話，我覺得很明顯的，這些部隊的士氣是很低落的，因為他不曉得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為以色列而戰嗎？還是為石油而戰？所以當這些問號打在那邊的時候，軍隊來講，目前看出來沒有士氣。第三個，我們講說就軍備來講的話，你現在彈藥已經快打光了，我們看到很嚴重的不足。如果說現在包括到愛國者、薩德或者是所謂戰斧巡弋導彈這種總共各型不管是攻勢或守勢的彈藥，你要補充到庫存要滿到期，還要1到4年。那如果這1到4年在補充到期之前，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發生一場戰役的話，那你美國是沒有能力應付的。那再來，我們講說，就國內裡面的經濟局勢，老百姓也受不了了，通貨膨脹到現在也受不了。國際上面，這個大家所有盟友跟你更是反感。所以，我如果川普，如果你沒有得痴呆症的話，你應該就60天到期以後，你趕快很好一個理由可以下台。了解，好，我們要持續觀察，這個時間也越來越近。那不止這次出兵，伊朗踢到了鐵板有一件事情現在也被抓出來調查，就是在年初。美國大家還記得嗎？深入到委內瑞拉活捉總統馬杜羅的時候呢，美軍竟然有現役的軍人這個擅自利用內線的這個機密在預測市場 Polymarket 下注，靠着機密內線消息賺錢，現在要被法辦了，代表什麼？軍紀渙散。好，還有去年2025年大家還記得嗎？川普在4月搞出了最大動靜，關稅戰，現在看起來呢也是同樣慘淡收尾。為什麼？因為被高等法院裁定違法之後呢，現在又要大家來重新申請退稅啊，這一大堆很無聊的 paperwork 要來進行。然後美國這邊呢要來退還這個1660億美元的關稅，而且退稅的對象是誰？都是這些進口商，這些企業有33萬間。一般的老百姓，你被加稅，你東西買貴，不好意思，這是你家的事，這些錢退了稅也不會還給你，是企業在居中來調整，稅退了也是他們在拿，老百姓呢1毛錢都拿不到。所以呢，面对這樣的狀況，川普他也沒有跟美國民眾道個歉、認個錯，反而是繼續威脅一些美國的企業，說如果你不來申請退稅的公司，那他覺得你是非常聰明的，你這樣做很好，我會記住你們的。這是不是有點在暗示一個忠誠的貢獻嘛？所以我想問一下張教授，怎麼看這2件事？首先是美國軍人利用職務內幕賭博，還有就是關稅戰，搞了老半天，只有老百姓烏煙瘴氣。那我們可以看美國在這個紀律上面，尤其我們可以看這次這個伊朗戰爭，我們看福特號出了狀況，就是它洗衣房被燒了，床鋪被燒了，馬桶也堵塞了，這個不是機械因素啊，是人為在那邊做事啊。那換句話說，在這一方面，美軍在這方面的服從性還有抗壓性，還有他對軍紀這方面的要求是出了一些問題。是。那這些問題的話，美軍有沒有辦法立刻做解決？我認為這是個結構性問題，因為管理，你看看，包含美國陸軍參謀長都被請辭，包含美國的海軍部的部長都被請辭，你看他是不是連高官都被這樣子捉弄？你看是不是變成政治性大於專業性？那這樣的話，你這紀律怎麼要求？上面都這樣，那我下面我還能夠在士氣上做展現，我有一流的戰力嗎？那我們現在看川普的這一個退稅的這方面的措施啊。1660億美元，當初就超收了。那誰當冤大頭？老百姓當冤大頭。對，當初我買東西買貴了，那退稅你有沒有退給我？你沒有退給我1660億的話，美國的人口是3億4千萬人，那你是不是退給所有的老百姓？每一個人的話，你除以3.4億人口的話，大概每個人退500塊美金。
你一家5口就是2500塊美金，退就是每一個人對你一家5口可以發到台幣，你可以發到7萬5給他們每一個家庭啊。沒有，結果回到企業啊，那老百姓是不是變得冤大頭？當初我買貴，結果你退錢退給企業，那這樣的話，企業爽賺，就是爽了嘛。所以我認為川普第二件事他思慮不周，當初的時候你應該就有一個司法性、合法性夠不夠？